如果你没看过这部电影，那么你就不要说你真的懂男人。如果你想让另一半更懂你，就跟他一起看看这部电影。有人看了这部电影，整整哭了3次；有人半夜看他，哭得一塌糊涂。有着相同时代经历的人，更是边看边流泪。而这部电影讲述的内容究竟有多扎心，才会让无数网友潸然泪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为了躲避战争，数以万计的难民向新南码头涌去。其中一位叫德秀的男孩对着年幼的妹妹说道： 여가 운동장 아니다. 놀러 가는 게 아니다. 오토바이 손 꽉 잡으라. 알았지? 随后，父亲和母亲各自背着抱着弟弟妹妹跑出来。父亲交代德秀要紧紧拉住妹妹莫顺的手，也要紧跟父亲的身后。随后，一家人跟随人群涌去了码头。但为数不多的船只根本载不了那么多的难民，而难民们就把这些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从而导致难民们像疯了一样朝着船只冲去。在无数的哭喊声和踩踏声中，德秀的父亲和母亲带着弟弟和妹妹率先爬上了大船，而年幼的德秀背着妹妹莫顺还在拼命地攀爬上去。此时，德秀再次跟妹妹强调： 정신 똑똑히 차리라. 여가 운동장 아니다. 놀러 가는 게 아니다. 오토바이 손 꽉 잡으라. 随后，德秀拉住妹妹的一只手，拼了命地向上攀爬。就在德秀登船之时，妹妹的身后出现了一只大手，直接把她扯了下来。德秀到达摔落之时，只抓到妹妹断掉的半截衣袖。当他回过神来时，赶紧朝着下方望去，却怎么也看不到妹妹的踪影。为此，德秀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妹妹的名字。听闻此声赶来的父亲知道了女儿莫顺掉了下去，他一把拦住了德秀，看了下底下的浮尸和人群，随后将德秀抱到一旁，脱下外套给德秀披上，并对德秀说道： 명심해 두라. 내 없으면 장남인 네가 가장인 걸 알지 야. 가장은 어떤 일이 있어도 가족이 제일 우선이다. 알았지 야. 시방부터 네가 가장이니까 가족들 잘 지키라. 父亲交代完德秀后，就向着底下爬去，但是他到了下面，怎么也找不到女儿的身影。就在此时，满载难民的大船发出了轰鸣声，船只在缓缓地移动起来。眼见如此，底下的父亲大喊道： 먼저가 있으라. 내 걱정 말고. 话音刚落，刚刚撤离的城镇就被轰炸成了一片火海。看着被炸毁的家园，离去的人们都哭得撕心裂肺，而德秀一家至此也和父亲妹妹分离了开来。不久后，母亲带着孩子们投靠到了丈夫的妹妹家，也就是德秀的姑姑。姑姑虽然埋怨母亲怎么能丢下她的哥哥，但也没有拒绝收留他们一家。就这样，德秀一家在釜山生活了下来。而懂事的德秀也时刻谨记父亲的话，自己这个长子就是家里的顶梁柱。时光飞逝，年幼的德秀也长成了壮小伙。他为了供弟弟妹妹读书，逃到码头当搬运工，但其实他自己也有颗求学梦。 因为弟弟考上首尔大学，家里需要一笔昂贵的学费，为此弟弟并不想为家里增加负担，想放弃读书的念头。但妹妹却说，哥哥如果不上学，难道要像别人干一辈子苦力被人嘲笑吗？母亲也说，哥哥在努力干活，可以慢慢帮他。但弟弟却更加难过地说道： 동네 사람들 형님 뭐 뭐라 하는 줄 압니까? 부모 형도 잘못 만나갖고 학교도 제대로 못 댕기고 1년 365일 뼈 빠지게 일만 한다고. 제가 그런 돈 받아서 대학 댕겨 마음 편하겠습니까? 可没想到，弟弟的这番话给德秀听到了。 공부나 열심히 해야 대학교 가서. 虽说如此，但弟弟的学费也让德秀犯了难。此时，好兄弟打酒告诉他，有一个赚钱的好机会，那就是去德国当矿工。因为二战的原因，德国重建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去了就可以获得高额的回报。为此，德秀决定去德国挖煤。临行前，他看着父亲的照片，时刻谨记自己是一家之主，要担起家里的大梁。很快，德秀和打酒来到了德国，在下矿前，主管都会对着他们说一句 Click off. 在煤矿里干活，比德秀之前在码头辛苦10几倍。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工作，流血受伤也是难以避免的。而在异国他乡的日子里，德秀时刻会想念身处远方的家人。直到有一天，在阳光明媚的休息日，骑着自行车的德秀被一个歌声所吸引，一位长相甜美的亚洲女孩令他瞬间着迷了。事后，德秀认识了女孩英子，从英子口中得知她是个护士。更巧的是，英子也是来自南朝鲜的人。在认识英子后，让生活原本像咖啡一样苦的德秀感受到了加满牛奶和糖的味道。看着更知阳光的德秀，英子也被治愈得暖暖的。就此，两人的关系也逐渐变得微妙起来。但在一次矿道作业中，矿道发生了气体泄漏，造成了爆炸崩塌。在撤离的时候，德秀为了救兄弟打酒，折返了回来，但也因此让两人被埋在了地下。听闻矿场出事后的英子赶紧赶过去矿场，她苦苦地哀求负责人进行救援，但对方却表示，如果气体还存在，他们就不会去冒险救人。负责人的一番话彻底激怒了英子。 Die Leute da unten, die arbeiten immer so hart für sie.
You're voluntagieren. Die Leute da unten, die sind arme, unglückselige Koreaner. Die sind diese so für eine Straße gekommen, um Geld zu verdienen.其他幸存的南朝鲜工友们看到了德国人对自己的同胞生命的漠视，又看到身为同胞英子的据理力争。在看到英子跪下来哀求德国人时，德国人却不为所动。这一下使得工友们彻底爆发了，他们不顾阻拦，踢开护栏，冲向被掩埋的矿场去救人。而埋在地下的德秀和达久正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此时的达久呼唤着兄弟德秀，请他一定要坚持住。想想他家里的母亲和弟弟妹妹，在达久用手电筒照向德秀的那一刻，他睁开的眼睛像是一面被打开的内心。 아버지, 아직까지는 잘 지키고 있습니다. 꽃뿐이네. 엄마도 잘 있습니다. 아직까지는 엄마 보고 싶네. 승규는 공부를 진짜 잘합니다. 이번에 서울대에 합격했습니다. 그 수이는 이뻐지고 있습니다. 가끔씩 사고를 치지만서도 이쁜 여자가 돼가고 있습니다. 막수이, 내 동생 막수이 아직 못 찾았습니다. 진짜 미안합니다, 막순이한테. 아버지, 힘이 듭니다. 산다는 게 참 힘이 듭니다. 근데 내가 지금 제일 보고 싶은 건 아버지 어머니도 아니고 승규 끝수이도 아니고 영자씨. 随着一阵光芒的放大，工友们挖出了生命通道。经历过死亡的考验后，德秀心里更加清楚，要珍惜眼前的这个女人。但是因为签证的到期，他不得不回到韩国。为此，他想英子随他一起回去，但英子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暂时无法回国，只能拒绝了德秀的心意。而两人纯粹的爱情也就此暂别一段时间。不久后，德秀回到了他想念的家，因为他的努力付出，弟弟上学的钱解决了，家里还买了新房子。姑妈还对着勤劳的德秀说道：“等我死了之后，这间铺子就交给你来继承。” 네? 됩니다. 고모는 멀쩡히 살아 계시는데. 就在此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眼前，原来是英子回国找他了。英子这次回来是为了告诉德秀，自己怀孕已有3个月了。一眼茫然的德秀还强忍悲伤的笑着说道：“ 그러면 월라성이 유지되는 기고 독일 아들은 휴식가 많으니까 휴식. 没想到英子一巴掌打醒了德秀。原来在德秀回国前的一晚，英子就献上了自己深情的一吻。为了不让心爱的女人再次离开，德秀立马和英子举行了婚礼。至此之后，德秀考上了海洋大学，这也离他的航海梦更近了一步。正当他买猪肉回家庆祝时，却看到院子内妹妹和母亲的争吵。原来是年纪大了的妹妹为了嫁人，提出卖掉房子当嫁妆的想法，为此遭到了母亲严厉的反对，这也使得两人不欢而散。 네 오빠가 독일 가서 죽기 살기로 탄대해갖고 니들 들켜도갖고 우리가 이렇게 사는 기다 아니니? 听到这一切的德秀心里不禁的泛起了难，而且不久前姑妈去世，将铺子交给了自己，却看到姑父要将铺子卖掉，眼看执意要卖掉铺子的姑父，他想起父亲下船前跟自己说过的话。 간다 아이어머니야. 부산 국제시장에서 장사하는 네 고문의 상점에서 만나자. 为了有朝一日能等到父亲回来，他决定买下铺子。面对买铺子和妹妹的嫁妆，德秀便向家人提出一件事：此时正逢越战时期，自己去战场送物资，可以获得高额的报酬。为了不让母亲担心，他拉上好兄弟达久一起去。但深知此行危险的妻子却坚决不同意德秀去。为了劝导妻子，他这样跟妻子说道： 누구는 가고 싶어서 가는 줄 아나? 어? 이렇게 내 팔자라고. 내 팔자가 이런데 내보고 어쩌란 말이고. 당신 팔자가 어때서요? 이제는 남이 아니라 당신을 위해서 한번 살아보라고요. 虽说如此，他也想为自己而活，但是他是母亲的儿子，是妹妹的哥哥，更是家里的顶梁柱。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去越南。在这里，他看到了曾经跟自己一样遭遇的孩子，为此他送上了他的祝福。正因为他的这份善意，才使得他在炸弹袭击中及时发现了端倪，以此获得生的机会。但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们更为艰难。就在一个丛林里，
他们被越军发现，差一点被杀。好在附近的韩国军队出现，及时的救下了他们。而救他们的人竟是韩国的歌手南真。随后，众人在小码头绑好炸药，准备撤离，但却遇到一群当地的难民，感同身受的德秀最终带着他们一起上船。可就在此时，越军杀来，瞬间就把他们打乱。为了救下掉落水中的女孩，德秀朝着女孩游去，很快就将女孩送上了船。但就在德秀想爬上船时，却被后方的一颗子弹击中左腿，剧痛袭来，使得德秀松开了手。就在他差点掉入水中时，被一只强壮有力的手抓了起来。原来是南真救了他。最终，韩军引爆了码头的炸弹后，顺利的逃出了该地。回来后的德秀第一时间找到了妻子，但看着站都站不稳的德秀后，妻子才发现德秀的一条腿已经瘸了。但因此付出，德秀也将铺子买了下来，妹妹也顺利的结了婚。看着日渐幸福的家，德秀总是牵挂父亲和妹妹莫顺。在南北朝鲜经历几十年的斗争后，终于迎来了和平稳定。为此，两国之间的同胞寻亲也引起了德秀的注意。他试着上电视去寻找妹妹。等到德秀叙述时，他一直念叨，都是因为他不小心的原因，妹妹才会被人拉下丢失。为此，他只保留到妹妹断掉半截的衣袖，但因为他提供的线索较少，所以反馈的人就少。好不容易收到一次反馈，说是疑似德秀父亲的人，但因为对不上姓氏，德秀才意识到不对。而坐在电视机前的母亲一眼便知此人不是父亲。不过随着德秀的坚持不懈，终于联系到一位远在美国的女人。因为语言的不通，女人表示自己小时候被美国人收养，所以忘了母语和自己的名字。但随着她的讲述，德秀的眼睛慢慢的湿润了起来。 우리 막스에 있는 귀 왼쪽 귀 뒤에 사마귀가 있습니다. 听后，女人便展示到长在自己耳朵后的痣， 사마귀가 저거 맞네. 这让德秀和家人更加确信女人是妹妹莫顺。 I remember right before we were separated. 헤어지기 바로 전에 My brother told 오빠가 me 한 말이 있습니다. 여 운동장이 아니다. 놀러 나온 게 아니다. 알아, my son. 꼭 잡아라, 꼭 잡아라. 내 동생 막순아. 在女人展示小时候的衣服时，德秀再也难以抑制心中的情绪。妹妹莫顺终于找回来了。随着妹妹的失而复得，一家人就差父亲救齐了。但时光荏苒，恐怕父亲已经离去。而见到妹妹莫顺的母亲，在此不久之后便离开了人世。过了很久很久，儿孙满堂的德秀，在人们眼中是一个脾气古怪的倔老头，自夜要守着他的铺子，怎么也不肯卖。就连自己的儿女也不理解父亲为什么那么执着那间在国际市场的铺子。只有一家人聚会之时，德秀独自一人回到房间，对着父亲的照片说道： 아버지, 내 약속 잘 지켰지. 막스이도 찾았고. 이만하면 내 잘 살았지. 근데 내 진짜 힘들었거든요. 那一句我真的很辛苦，包含着德秀一生的委屈。他在家中既身为长子，也身为母亲的儿子，又为妻子的丈夫、子女们的父亲，但他却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因为他时刻谨记父亲的话，为着家人的幸福而奋斗。当然，他也有梦想，想着出海追求自由，想着和家人一起旅行，但他却从不是他自己，因为他像是蜡烛一样的男人，照亮了整个家。 네 얼마나 시기에 고생했는지 다 안다. 내가 너한테 영 고맙다. 내 못한 건 네가 잘해줘서 진짜 고맙다. 아버지가 얘를 보고 싶었습니다. 내도 네가 영 보고 싶었다.